距离上一代产品发布整整1年了，英特尔又给我们玩家带来了一款激动人心的新产品，它就是英特尔酷睿第14代处理器。从本次产品代号 Raptor Lake Refresh， 它实际上是13代的改进版，它有着与上一代相同的微架构、相同的英特尔7制程工艺以及相同的 LAG1700 接口，也同样支持600和700系列主板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把它理解为酷睿13代的终极完整版。虽然酷睿14代在微架构和制程工艺上没有太多变化，但它还是在性能和功能上给了我们带来了一些新东西，具体如下。首先就是频率上的升级啊，这是首发6款芯片 i9-14900K 和 KF、i7-1470K 和 KF 以及 i5-1460K 和 KF， 相较于上一代在核心频率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，包括每个性能核以及能效核都有所增长。其中最抢眼的当然属于旗舰型号的 i9-14900K， 最大极速睿频直接拉到了6 GHz， 与上一代 i9-1390K-S 齐平。另外 i7 和 i5 在各项频率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，有兴趣的可以对照字表查看。其次就是本次升级的另一个大亮点， i7-14700K 迎来了最大的升级，能效核从原来的8个升级到了12个，线程数也增加到了28条， L3 和 L2 级缓存也分别增加到了33兆和28兆。参数上与上一代 i9-1390K 无限接近，正好啊，我们这次也拿到了这一块 i7-14700K， 到后就来测一测看它究竟有多大的提升，能否与上一代 i9 来掰手腕。接下来就是为玩家带来的新功能——应用优化器。这项新功能大家可以理解为英特尔版的 DLSS， 通过和软件厂商的合作，结合酷睿14代，可以更好的利用线程调度器来优化游戏。不过目前支持应用优化器的游戏仅2款，我在其中一款彩虹6号围攻中也分别开启和关闭了应用优化器，测试了一番，稍后在游戏测试环节也会介绍到。另一项升级就是基于 AI 计算带来的全新 XDU 超频功能。最新版的 XDU 中增加了对酷睿14代带来的 AI 超频技术，通过 AI 模型训练， XDU 可以分析每一台电脑的特性，针对性进行超频。同时 AI 本地计算能力提升，也为更多桌面端 AI 应用计算效果带来了显著提升。这是最新的连接技术 WiFi 7和 Thunderbolt 5也加入到酷睿14代当中。虽然这2项传输技术离普及还有一段时间，但对于喜欢尝新的小伙伴来说，待技术开放后也能在第一时间得到体验。说了这么多新特性呢，接下来我们也进入测试环节，来看看酷睿14代的具体表现如何吧。这次测试的主角是我手上这颗 i7-14700K， 另外在对比方面，主要考虑到这一代 i7-14700K 在能效核心数、线程数和缓存上都与上一代 i9-1390K 接近，所以我打算选择用 i9-1390K 来进行对比。这次主板选用的是七彩虹 CVN G790D5 Gaming Fusion， 它还有个中文名字叫冰霜巡洋舰。这块主板为 CVN 白色系列，配备大面积银色装甲和白色 PCB， 颜值还挺高。供电方面，提供16+1箱55安 DRMOS 供电 ，DDR5 内存最高支持超频到7000兆赫兹，性能还是蛮给力的。显卡采用的是七彩虹 iGame 系列 RTX 4070 Ti Ultra WOC， 同样也是一个白色系列显卡。散热方面，100毫米3风扇加大面积极片设计，另外在背板接口处提供了实体按钮，可以一键超频至2745兆赫兹。内存同样也选用了七彩虹的 CVN 系列，银翼 DDR5 32GB， 频率为6600兆赫兹，时序 C34 海力士 A 带颗粒。散热器我们选用了 NGX63 280水冷，虽然冷排规格小了点，但压一个 i7 妥妥没问题。电源方面选用了海运的 GX 系列1000瓦电源，测试软件的版本和设置我也会贴在表格中供大家参考。OK， 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用 ADA64 来烤机。在 FPU 单烤10分钟之后 ，i7-14700K 平均温度83.7度，平均功耗253瓦，平均频率是5.2 GHz。接下来开始跑分，首当其冲的就是 CPU-Z 基准测试。i9-1390K 多核依然强劲，获得了16926分，相比较 i7-1470K 的15010分高了不少。这次 i7 虽然比上一代多了4个能效核，
但它在比它还要多4个能效核的 i9-1390K 面前依然显得捉襟见肘。但是在单核比拼上，它们就有来有回了。i7-1470K 以896分微弱的优势险胜 i9-1390K 的865分，看来拉频率还是有效果的。在渲染测试软件 Cinebench 2024中，测得的结果基本上和 CPU-Z 反映的结果一致。i7-1470K 多核依然打不过 i9-1390K， 但单核基本上打了一个平手。看来这次 i7-1470K 单核能力十分突出。同样在 Geekbench 6中 ，i7-1470K 单核3037分险胜 i9-1390K 3013分，多核依然还是差了5%左右。在生产力综合测试软件 CoreMark 中 ，i7-1470K 与 i9-1390K 总体得分差距保持在5%左右，各项子分也比较均衡，都有着5%的差距。依赖多核性能的生产力表现，看来还是 i9 占据上风。3DMark CPU 基准测试中，同样 i7-1470K 主要还是输在了最大线程上，差距在11.5%左右。而在固定线程中，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准，特别是在8线程和4线程中 ，i7-1470K 还微微超了一点点。接下来是游戏测试环节，首先我们来看看本次首发加入应用优化器的彩虹6号围攻的表现。游戏画质设为极高，分辨率 1080p。在没有开启应用优化器的情况下 ，i7-1470K 和 i9-1390K 相差3帧，而开启应用优化器后 ，i7-1470K 突然来到了586帧，提升10%左右。虽然没有官方宣传的13%的提升，但考虑到官方测试所用的显卡为 RTX 4090，芯片也是 i9-1490K， 所以我们测出来的成绩与官方差距3%也算是解释得通了。下面出场的是老项目古墓丽影暗影，游戏设置为默认超高，关闭光追和 DLSS， 分辨率在 1080p 下进行基准测试。i7-1470K 平均帧253帧，和 i9 也维持在1%的差距。而在赛博朋克2077中，游戏画质设置为超级，同样关闭依赖于 GPU 运算的光追和 DLSS。i7-1470K 平均帧168.3，微超 i9-1390K 平均帧165.75。最后，在《刺客信条：英灵殿》和《孤岛惊魂》这2款游戏中，他们也基本上打了平手。所以基本上不难看出，这次 i7-1470K 擅长的能效核和性能核在生产力上与上一代 i9-1390还是有些差距的。但是在游戏这一块，通过提升 0.2G 赫兹性能和频率，基本上与 i9-1390K 性能保持了一致。而且在游戏方面，未来还有更多厂商会加入应用优化器的队伍中，酷睿14代还可以再次释放15%的游戏性能，这样一算就比较可观了。只不过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些漫长，还需要玩家耐心等待。关于购买推荐呢，从性价比的角度去出发，考虑到多核多线程的提升为生产力带来了显著提高，以及游戏的性能也不输于上一代 i9， 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这一块 i7-1470K 或者是 KF， 它的收益真的很大。而对于预算充足的大佬们呢，就直接冲 i9-1490K 或者是 KF 了，毕竟开箱即可用的6G 赫兹比什么都重要。另外我也想听听观众朋友们如果是你呢，你会选什么呢？好了，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了。如果觉得这部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点个关注。感谢大家观看，这里是梦电游戏，我是殷晓峰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